他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头号军事天才，出道即巅峰，一生征战从无败绩。有人说这世上根本没有常胜将军，可他就是那个例外。甚至有人直接说大汉的半壁江山都是他一个人打下来的。刘邦夸他战无不胜，萧何赞他国士无双，后人送他2个雅号：军神、兵仙。他就是韩信。可就是这样一个神一般的人物，33岁死于非命，还被一灭三族。为什么一代兵仙落得个如此下场？绝大多数人张口就来功高盖主，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还给他贴了一个标签：军事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但今天老曾告诉你，这个结论太浅、太武断、太想当然。仔细读读《史记》，你就会发现韩信的死根本就不是功高盖主那么简单。而且韩信的政治智商呢，也绝对不是白丁级别的，还挺高。为什么老曾敢这么说呢？接下来2期曾子航人物志将为你讲述我眼中不一样的韩信。由于这个篇幅所限，韩信怎么打仗，如何成为兵仙的，咱就不讲了，只讲韩信身上最具争议的一个焦点，他为什么会死得那么惨，为你解开韩信之死背后历史和人性的真相。这里是曾子航人物志，争议人物重新解读，不出不黑，只讲人性。欢迎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不错过每一个精彩的历史人物的重新解读和解密真相。德国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里有一句名言战争无非是政治以另外一种方式的延续。一个能在战场上做到独孤求败的人，政治眼光会差到哪里去呢？只不过后人把他的短板是无限放大，把他钉死在政治弱智的柱子上，是再也翻不了身了。实话实说，韩信的政治水平比不上刘邦，但绝对是不输萧何证据在哪儿呢？当年他跟刘邦的那场汉中队，用8个字就一针见血的看透了项羽：匹夫之勇，妇人之仁。那个时候项羽是如日中天，刘邦屡战屡败，韩信却直接断言项羽看上去称霸天下，实则早已是尽失民心，迟早玩完后来历史怎么走的，完全是被韩信说中了。一个政治白痴能有这种预判，不太可能。更关键的是，韩信给刘邦的核心战略以天下诚意，封有功之臣，跟张良后来建议刘邦大封诸侯，拉拢势力，几乎是一模一样。这是什么？这是顶级的政治布局，是统一天下的根基你看看韩信，不是只会打仗的莽夫，他是有雄兵100万，也有文韬武略的全才。可就是这样一个天才和全才，放在任何一个朝代，那都是必死无疑真正的死因是什么呢？真的只是功高盖主吗？那你告诉我，张良、萧何和韩信一起被刘邦称为3杰，为什么他们能够善终，唯独这个韩信是被灭三族萧何当年坐镇后方，手握财政大权、人事大权，戏称为刘邦的贤内助，这潘金莲都背叛武大郎跟西门庆勾的。萧何出个轨，背后捅个刀也很容易刘邦最该防的是他，可萧何呢却寿终正寝。差别在哪？2期节目老曾把韩信必死的底层逻辑一次性讲透，4大死穴，每一个都足以让他是万劫不复哪4个你知道吗？1. 野心极大，却又太重感情，优柔寡断，反复无常。2. 性格清高孤傲，说话不过脑子，口无遮拦。3. 看不懂帝王心术，高估了自己和老大的兄弟情。4. 不愿站队，在政治漩涡里堵死了自己所有的路。结合韩信的经历，我们一条一条来看，看完你就知道韩信的死不是功高盖主4个字所能概括的，而是一种全方位无死角的系统性坍塌韩信这个人呢，从小就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典型为什么这么说呢？史记对他的身世写得很模糊，但我判断他是没落贵族。你看他的样子吃不上饭，游手好闲，却天天呢配把宝剑瞎逛的。在古代呢，佩剑是贵族身份，不是生产也是贵族做派。有人说这不跟刘邦一样吗？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刘邦不干活是因为身边有像樊哙和夏侯婴等一帮小迷弟围着他，有人养他。韩信不干活呢是清高，是不屑，他没朋友，没人捧经常饿得个走投无路，却依旧是一身傲骨，谁都看不上刘邦不爱读书，爱混社会，韩信爱读书，尤其爱读兵书，爱练武。
他不是在躺平，他是在等一个机会干一票最大的，裂土分王啊，这是他刻在骨子里的梦想。后来天下大乱，韩信从军，结果是一路碰壁，不停跳槽啊。先跟项梁没机会，后来到项梁的侄子项羽手下做了执戟郎中啊，说白了就是项羽身边的贴身侍卫。可项羽这个人刚愎自用，韩信提再多的建议是一概不听啊。韩信呢也不甘心一辈子做个保镖，他要的是大将军，是王。于是他被楚投汉，投奔刘邦，结果呢依旧是不被重用，先做接待，后管粮草，小官一个。直到遇见萧何啊，作为当时这个韩信的直接领导，萧何扫了一下他的二维码，就确认这人是国士无双啊，才有了后来那段千古佳话：萧何月下追韩信。23岁，韩信被萧何推荐给刘邦，拜为大将军，全军统帅，相当于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直接成了集团 CEO 二把手。人生开挂是就此开始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定三秦，声东击西，获魏国，秦魏王豹，背水一战，灭赵国，威震天下。这每一战都是教科书级别的奇迹。可就在他最巅峰，手握最强兵权的时候，一个最关键的选择出现了。谋士蒯通反复劝他三分天下，跟刘邦和项羽鼎足而立，谁也奈何不了他。他有这个野心，也有这个能力，可他偏偏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岂可以相立背义乎？汉王让我坐他的车，给我吃他自己的饭，给我穿他自己的衣服，我怎么能够背叛他呢？这话是真心话吗？有人说韩信是在故意演戏，那你可太不了解韩信了。韩信可不是表演艺术家，相比这个戏精刘邦，韩信是直肠子性格，有什么说什么呀。我觉得基本是心里话，而且前后两次，无论是面对项羽的说客，还是谋士蒯通，他都是这么回答的。可见韩信是性情中人，但也太缺爱，太重感情。韩信的这种性格呢，跟他的成长经历是分不开的。他早年父母双亡，流浪街头，到处蹭饭，受尽白眼和屈辱。在项羽那3年郁郁不得志，是刘邦给了他舞台、尊严、地位和信任。对一个从小缺爱、一生孤苦的人来说，这种知遇之恩是要命的。谁对他好，他就掏心掏肺。韩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亲人，汉王这样礼遇他，那汉王就是他的亲人。背叛汉王是韩信不忍心的，就像丢弃自己的衣食父母一样。但问题来了，重感情是优点，可面对帝王权术却是死穴。你要么彻底做到忠心护主，要么干脆自立，一狠到底啊。而韩信呢，偏偏犯了职场大忌，走了最作死的一条路，不反，但却向老板伸手要官。有实力的时候不自立门户，没兵没权的时候呢，却又咽不下这口气，想着造反。韩信作死的第一步棋就是求封假齐王。他平定齐国之后，这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派人送信请求刘邦分他为假齐王，也就是代理齐王。站在这个韩信的角度，半壁江山我都打下来了，我又没造反，封个王过分吗？不过分。但站在刘邦的角度，我在这儿死战，你不发兵救我，反而趁火打劫要我封王，我还只是个汉王，你却要做齐王，你这是想跟我平起平坐吗？老曾相信那一刻，刘邦的心里杀心已起虽然刘邦迫于形势咬牙答应，但君臣裂痕从此再也不杀。在刘邦的心里，这是一个有反骨的部下，早晚得除掉甚至可以说，韩信开口要齐王的那一天，就是他人生悲剧的开始。他有称王的野心，却没有称王的狠绝；有割据的实力，却没有割据的决断；有造反的机会，却偏偏讲恩情；没了兵权之后，反倒是心有不甘这叫什么？这就叫野心配不上格局，能力撑不起欲望，优柔寡断，反复无常他嘲笑项羽妇人之仁，可真正到自己身上，他比项羽还像个女人，还要婆婆妈妈。这心理学有一种说法，当你批评或指责一个人的时候呢，对方的问题很有可能是自己内心的一种隐秘的投射。换句话说，韩信能看出牛高马大的项羽妇人之仁，说不定韩信呢也是这样的人，所以对方的缺点他看得一清二楚。这是第一个死穴。第二个更致命。天下平定以后，
刘邦对韩信的态度立刻变了，先夺兵权，再从齐王改楚王，然后降为淮阴侯，把他扣在京城，是变相软禁啊。从威震一方的诸侯王变成无兵无权的侯爷，换谁这心态都得崩。韩信也一样，郁郁寡欢，满腹牢骚，经常是称病不吵。他受不了落差，江山大半是我打下的，结果功高不赏，反被猜忌。老部下曹参、灌婴地位都比他靠前，但战场和官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战场上他是神，一言九鼎，横扫千军；官场上要低头，要隐忍，要合群，要会做人。韩信呢，不是不懂这些，但他不愿意这么干。不是他傻，而是性格决定的。他清高孤傲，不屑逢迎，心里有气就藏不住，嘴上就敢说。最经典的一幕，以称帝的刘邦跟韩信闲聊，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不过能将10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耳。高祖问韩信你看我能带多少兵啊？韩信直言：最多10万。刘邦又问：那你呢？韩信脱口而出：我带兵多多益善。话是实话，道理也没错。后面他也补了一句：陛下不善战兵，善将将，给了刘邦台阶下。但这话在皇帝耳朵里是什么味道？你打仗比我强，你本事比我大，你心里根本不服我。那个时候韩信已经是被软禁的罪臣身份，他依旧藏不住傲气。还有一次更绝，韩信去樊哙的家里做客，樊哙对他是极其恭敬，跪拜相迎，自称臣。结果韩信临走，轻飘飘来了一句：生乃与哙等为伍。没想到我这辈子居然跟樊哙这种人为伍了。说完是转身就走。樊哙什么人啊？开国元勋，鸿门宴救过刘邦的命，吕后的妹夫，皇亲国戚，实权人物。韩信这句话等于是当众羞辱我跟你们不是一路人，我不屑跟你们为伍，伤人扎心还树敌。读韩信的传记史记淮阴侯列传，你会发现人缘差几乎贯穿了这位军事奇才的一生。少年时落魄街头，受人欺辱，几乎没朋友。成名后功高盖世，依旧是独来独往，没心腹，没班底，没自己的势力。他手下的将领大多是刘邦的人，他只会打仗，不会拉帮结派，不会经营人脉，不懂培植嫡系所以后来有人告韩信谋反，刘邦身边的武将清一色态度，赶紧发兵灭了他。没有一个人替他说话，没有一个人给他通风报信，曾经的部下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一个战神混到全军上下满朝文武，没人争心帮他，多可悲，多凄凉。恃才傲物，目中无人，不懂收敛，不会藏拙，这是他第二个必死理由。讲到这里，你已经明白了，韩信的悲剧从来不是单一原因不是他太厉害，也不是刘邦太狠，是他性格、野心、选择、情商、政治认知全方位踩坑今天这一集呢，我只是讲了2大死穴：野心太大却优柔寡断，重感情；性格孤傲，口无遮拦，不会做人。但真正让刘邦、吕后下决心必须杀他的，还有2个更黑暗、更现实、更残酷的原因，也是历史上所有功高盖主的名将最容易踩的死坑。到底有多残酷为什么萧何、张良能活，韩信却活不了？33岁那年，长乐宫中事，吕后和萧何设下的那一场死局，到底藏着多少的阴谋？下一集我把韩信人生最后一段最黑暗、最让人意难平的结局完整讲透。看完下集，你会真正懂一句话：有些天才生来耀眼，却注定早逝这里是曾子航人物志，争议人物重新解读，不吹不黑，只讲人性。别忘了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下期继续讲透那些被历史误会的大